视频开头，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个男人留着一头乱糟糟的脏辫，他不是什么流浪汉，而是世界上最肮脏的囚犯之一。为啥用肮脏而不用可恨呢？因为根据狱警透露，他被关押在牢房期间，每天都打然后将其涂抹在牢房的各个地方，包括自己的脏辫上，美其名曰是保存好他珍贵无比的子孙。当他被转移到死囚牢房后，狱警们不得不用高压水枪好好清理他待过的牢房，那场面那气味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反复干呕。话说，光是开头的这些描述已经足够炸裂了吧？但实际上，比起他本人犯下的罪行，这些都只是九牛一毛。这个男人名叫马库斯·韦森，他自称为上帝，是韦森家族的首领。在2004年3月12日，马库斯制造了一起大规模的谋杀案，死在他手里的9个人，分别是他的妻子、侄女和女儿们。就在人们觉得他不可思议的时候，韦森家族黑暗的生活方式被公之于众。难以想象，都到了21世纪了，竟然还会发生如此辣眼睛的事情。事发地点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雷斯诺的一个贫民区，有2个女人带着亲戚朋友们在一栋房子前疯狂大喊，要求里面的人归还孩子，还引发了骚乱。对方正是马库斯，他身高1.8米，体重136公斤，花白的脏辫已经长到了膝盖，看上去非常的魁梧。然而，相比于情绪激动的人群，马库斯显得格外冷静。很快，警方赶到了现场。马库斯平静地解释了基本情况。与此同时，警方也初步认定，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儿童监护权纠纷案，小菜一碟。眼看外面的人不依不饶，今天必须得要回孩子。马库斯告诉警方，自己先去与孩子们告个别，于是转头进屋，锁上了门。然而，马库斯就这样一去不复返。警方多次敲门，也都无人应答。大约僵持了1个多小时，屋子里面竟然传出了一声枪响。此时的马库斯依然不肯开门，接下来又是一连串的枪击声。警方立刻包围了整栋房子。过了一会儿，马库斯终于现身。他一言不发，可衣服上沾满了血迹。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其中一位名叫艾洛伊的警察率先进屋，他很快就发现了客厅靠墙的位置竟然堆放着棺材。他不敢想下去，赶紧呼唤孩子们走出来，可没能得到任何反馈。经过一番搜查，只剩下了一个大门紧闭的房间。艾洛伊在黑暗当中摸索了半天，才找到开关。而接下来的一幕，足以令在场的所有警察都为之一振。只见地板几乎要被鲜血染红了，9名受害者都是眼睛中枪，他们就像是柴火一样被叠放在一起，其中包括了婴儿、孩子以及年轻的女性。艾罗伊赶紧抓起了受害者的手寻找脉搏，可惜都没有了任何生命迹象。与此同时，门外的2位母亲都要崩溃了，她们都是马库斯的侄女，而孩子也都是马库斯的亲骨肉。是的，你没有听错，马库斯和自己的2个亲侄女生下了孩子，并且杀死了他们。如此混乱的关系，一下子都难以让人理清。而马库斯就这样被戴上了手铐，安静的令人害怕。至此，有关于维森家族黑暗的秘密终于被揭晓。原来马库斯不仅身为家族族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所有18个后代的父亲或者祖父。这是因为马库斯拥有童养媳的同时，另外又与多名女儿、侄女保持着乱伦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男人，通过性虐待利用妻子、女儿和侄女，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后宫们。关于童养媳，马库斯当年遇到了8岁的伊丽莎白，他当时就宣布伊丽莎白属于自己。7年后，他们结为合法夫妻，这便是马库斯肮脏一生的开始。婚后，马库斯不停地给伊丽莎白洗脑。你很特别，主选择了你当我的妻子，你要完成主的任务。因此，从14岁开始，伊丽莎白就不停地怀孕、生产、再怀孕、再生产。到了26岁那年，她已经生下了11个孩子。马库斯对此很满意。不过，伊丽莎白作为母亲却不被允许教育孩子，而学习的课程全部都由马库斯亲自教授。一直以来，马库斯完全控制着各个家族成员的精神和肉体，他们经常住在破旧的棚屋里，生活是苦不堪言。而马库斯本人从未有过安稳的工作，他一方面依靠社会福利，另一方面就是成年子女外出打工的收入也要全部上交给他。在马库斯创造的后宫里面，任何女性成员都是他未来的妻子，而他们活着的意义也就是生孩子。马库斯还声称耶稣基督是吸血鬼，如果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那便是世界末日的到来。另外，他还洋洋洒洒地编写了一本维森家族专属的圣经，创立了自己的修行仪式。至于孩子们学习的课程，通常女孩在8岁开始，马库斯就要洗脑，教授一些房事。另外，他们还要学习该如何为马库斯清洗脏辫和腋窝。无论如何，马库斯对他们做了什么都不能告诉母亲或者兄弟姐妹。侄女卢比就是在8岁的时候遭到了马库斯猥亵的，他向卢比保证，这是家人之间表达爱意的方式。到了13岁那年，马库斯恭喜卢比现在可以嫁给他了，
而上帝是允许男人拥有多个妻子的，但是由于上帝的子民正在灭绝，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恶化，他们必须多多繁衍后代，为主生下更多的孩子。同样的，另一位侄女索菲亚也是这么被洗脑的。总之，维森家族的所有女性成员都是在很小的时候遭遇到马库斯侵犯，以便他们都能够生下更多的孩子。那家庭邪教到底有多可怕呢？即便是马库斯的女儿、侄女受尽了性虐待，可他们仍然相信维森家族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家庭，里面的女人们都过得非常的幸福，任何事情都有的商量，他们也都是自愿怀孕生孩子的，没有任何强迫的成分。可是当被外人问起来是如何受孕的时，他们却谎称是人工受精。而对于伊丽莎白来说，当丈夫开始与女儿、侄女乱伦后，她就提出过抗议，也尝试过逃离这个家，但每一次都会被马库斯抓回来，然后狠狠地掐住脖子。要知道，马库斯体重至少有270斤，伊丽莎白根本就难以反抗，有一次甚至被掐晕。自此以后，她再也不敢逃跑了。事发当天，伊丽莎白也是最后一个见到孩子们活着的人。当她听说马库斯要带全家搬去华盛顿，两个侄女想要回孩子时，伊丽莎白就有预感，估计会闹得不可开交，于是赶了过来。一开始，警方将其视为日常监护权纠纷案来处理。作为妻子，伊丽莎白被喊到屋子里面与马库斯协商。据她回忆，孩子们待在房间出奇的安静，这反而让伊丽莎白感到很是不安。她双手颤抖着打开房门，却发现里面光线异常昏暗。马库斯则跪在地上，手里抱着他们17岁的女儿丽丝。此时，丽丝死气沉沉地盯着母亲看，而马库斯淡淡地说：“你过来，我好像有麻烦了。”而丽丝的表情似乎在说一切都晚了。伊丽莎白一下子就明白了，她甚至都没有看清其他孩子，就吓得赶紧退出了房间。然而，如此邪恶的男人对待儿子，却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一面，以至于当儿子们得知马库斯被抓的消息后，一个个都非常的震惊，因为在他们眼里，马库斯虽然严格，但也称得上是全世界最好的父亲。原来一直以来，维森家族的男孩和女孩都是分开生活的，他们远离姐妹们住的地方，这样一来，双方就无法交流，也不可能发生任何性接触。男孩们压根就不知道父亲对于家族的女性成员们都做了哪些肮脏的事情。塞拉菲诺·维森是马库斯其中的一个儿子。事发当天，他亲眼目睹父亲走到外面，被警察铐上手铐的模样。当时父亲一直盯着自己看，塞拉菲诺非常震惊。虽然父亲面无表情，但那无助的眼神是不会骗人的。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这般弱小的模样。小时候，塞拉菲诺对父亲唯一的印象就是比较严格。他有时候会叫男孩们一起挖地，然后警告他们，谁敢犯错就会被埋在这里。而现如今，塞拉菲诺已经是2个孩子的父亲了，他发誓绝对不会像父亲那样对待自己的孩子。阿德里安·维森也是其中的一个儿子，因为家中孩子众多，所以他跟马库斯的交流并不多。只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阿德里安让母亲摇下车窗，结果不知为何就被马库斯揍了2个小时。当时没人觉得这是不正常的，因为家庭氛围就这样。而令人震惊的是，由于从小与姐妹们隔离生活，阿德里安直到父亲被关进监狱很久之后，才慢慢了解到维森家族女性成员们所经历的一切。事发后，调查人员开始仔细搜查马库斯的住宅。令人震惊的是，房间和车辆当中充满了精液的痕迹。起初，警方以为还存在更多的其他男性邪教成员，但事实证明，这些都是来自马库斯本人的。在审判中，马库斯声称是25岁的女儿塞布雷娜犯下了所有的谋杀案，凶器是一把0.22口径的手枪。经检测，枪上确实有塞布雷娜的 DNA。陪审团虽然无法确认受害者全部都由马库斯开枪打死的，但他们认为，在警察上门后，马库斯深感世界末日的来临，很有可能向孩子们施压，迫使他们自杀。2005年6月17日，马库斯被判犯有9项1级谋杀罪，此外还犯有14项强奸和性虐待的罪名。10天后，他被判处死刑，目前仍然被关押在圣昆廷州立监狱。据说马库斯牢房所在的大楼戒备森严，只关押十恶不赦的性罪犯，如果放到一般的牢房，估计早就被人解决了。奇怪的是，马库斯对狱警们都还算有礼貌，但他从不敢直视女狱警的眼睛，也不被允许与其他囚犯互动。根据狱警所监听到的有关于马库斯电话内容和访问记录显示，他虽然患有精神疾病，但所有犯罪都是故意为之，并没有任何冤枉成分。话说，起初很多人都还担心那些幸存的维森家族成员会不会尝试劫狱，或者集体搞自杀那一套，毕竟邪教的影响力不容小觑。但好在剩余的幸存者们都还算清醒的，甚至直呼我们自由了。另外，伊丽莎白也成功与马库斯离婚，她不想让剩下的那些幸存者孩子们被视为马库斯的后代，她的猥琐作为本就不应该牵扯到无辜的孩子们。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只能说现实永远比影视剧还要狗血。那大家对这位罪犯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